而那求救的信号愈发的强烈，萧炎的身躯有些躁动不安起来。然而这里的磅礴玄妙大道能量竟是将刚刚即将要冲入萧炎大脑的那道求救信号给抵消而去，让得萧炎的眼皮子动了动，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仿佛自己做了一个梦一样。然而这一道求救信号被大道能量给抵消了，让萧炎彻底的无法感知到这来自万兽神界的求救信号，而万兽神界的毁灭也已经成为了定局。因为在9大副盟主以及几十万天军神战队的大局入侵之下，以万兽神界的底蕴根本无法有逆转战局的机会，而且最强的也就是5重天卫神中期，这样的一个实力在神器联盟中简直就是被吊打的分万兽神界毁灭后，又过了1个月的时间，第1等级世界中又一次被轰动了。继无量神界发生的毁灭事件之后，万兽神界中的所有神兽之人统统没有逃离出去，而是随着万兽神界的毁灭而陨落殆尽，并且现在的万兽神界之中的每一个角落都是充满着非常浓郁的毁灭之气，与已经毁灭的无量神界一模一样，其中弥漫的毁灭之气足以让神奇强者都感到神体和神魂的升腾，如果在这里待久了就会陨落也说不定。毕竟这里面没有了任何的生命之气，这种可能只有一种，那就是万兽神界的核心之物苍穹之心，也已经被神器联盟的人成功夺取。苍穹之心被夺取之后，这个神界中不管是什么能量都会消散而去，万物生命也是如此。这2年的时间中，前后出现这样的大事件，直接让的诸神万界中的所有超神势力和超级神奇引起了高度的重视，这接二连三出现这样的变故，的确已经不是寻常的事情了。2年时间能够让2大神界永久性的毁灭，这样的一个手段恐怕已经不是9大界中超神势力能够做得出来的事情。这则大消息再次震撼了第1等级世界的各个角落，而万兽神界所发生的事情与无量神界如出一辙，施展着手段的目标一致，那就是夺取了神界核心之物苍穹之心。这诡异的一件件事很快也传入到了东西南北洲以及中神州，除了灭神府和神奇联盟没有任何的表态之外，4大超级巅峰势力立马加以警戒，同时已经派出强者去调查这种事情的发生源头。而神州的神元宫和丹神塔自然派出更强大的队伍，甚至前往了诸神万界的边疆之地驻扎，让一切可疑的外来者接受他们的检查。毕竟神元宫和丹神塔的底蕴庞大至极，可以说是诸神万界的最顶尖势力，他们自然有这样的实力和资格进行对外来者的一一检查。在这第1等级世界中毁灭了2大神界，这简直就是一起非常严重的事件，并且在神元宫和丹神塔的高层看来，这是一起早有预谋的计划。如果没有计划好一切，根本无法做到这般恐怖的手段，这是硬生生的让2大神界彻彻底底的进入永久性的毁灭，而且其中的万物生灵和神灵恐怕也已经陨落了。这一场蓄意已久的毁灭计划还真是让人细思极恐。此时丹神塔的小世界中，这里汇聚了10几道身影，他们的气息个个强大无比，周身的能量并不是天位神灵，而是玄妙道法在弥漫。塔主大人，此事究竟是什么人做的？一道带着一丝怒气的声音从一位老者的身上穿了出来，他身穿灰白衣袍，实力也是在他们之中名列前茅的存在，而他就是天地派系的5大神斩老之首孽神斩老。此时在他们的身前站着2道更加强大气息的身影，一位身着一袭流转着淡淡金丝的白衫，白发如霜，随意披散在宽阔的肩膀上，似有岁月的沧桑，又透着不与世俗相争的淡泊，手握一根非同凡响的拐杖，杖身上雕刻着复杂的纹路，每一笔都透露出神秘和威严，身上的玄妙道法之气也是隐隐散发到极致，仿佛只差一步就能够突破大道桎梏。恐怕应该是灭神府的那些魔物行动了。闻言，他旁边的乃是身披道纹衣袍的男子，神色微微凝重起来，古铜色的皮肤透出岁月的痕迹，深邃的眼眸仿佛能看透红尘，换遍他手持长须拂尘，步履轻灵，身上隐隐散发着淡淡的灵气。同时他的道法中还并非完整大道，所以他也差一个突破大道主神的机缘。尊兄，如果真的是灭神府那些魔物，看来他们的大计划应该都是冲着苍穹之心去的。丹神塔塔主的目光看向他前方的天际上，那里无数星光闪烁着，似是他在找寻一种答案。一般塔主大人，他们要苍穹之心做什么？此时5行派系的行神斩老有些不解地问道。无量神界、万兽神界以及第2等级世界中的天人界，这3个大界都是一致永久性的毁灭，而这3个大界的苍穹之心已经全部消失不见。如果是单纯的毁灭一方大界的万物神灵，一般不会夺走苍穹之心，毕竟那是一个大界的核心，没有了苍穹之心，这个大界就完完全全的不存在了。虽然它是生命的造物，能够诞生出一方大界，而想要夺取苍穹之心也并非容易的事情，但现在这3个大界的苍穹之心全部消失，那么他们的确都是冲着苍穹之心去的，而且那手段恐怕让我都意想不到，竟然可以夺取了苍穹之心。丹神塔塔主对这事件也开始了一系列的推测。尊兄，让我非常想不明白的是，灭神府的那些魔物为何要夺取大界的苍穹之心？他们究竟有什么企图？
他们究竟在谋划着什么大计划？内塔之主一脸无法理解的神色，看着丹神塔塔主好奇地问道。而一时间，丹神塔塔主也无法答得上来。毕竟灭神府的来历本就非常的神秘，虽然一直与他们丹神塔并列，可是论其底蕴，恐怕灭神府的底蕴在丹神塔之上。随后，丹神塔塔主才缓缓地开口道：“我也不知道，但是目前或许有一个人能知道灭神府的这个大计划。”此话一出，在场的人都带着十分疑惑的神色望着丹神塔塔主。他口中所说的这个人是谁？望着他们向自己投来的疑惑目光，似是知晓他们心中所想的问题，当即严肃的道：“神元宫之主元尊。”元尊这两个字在他们的耳边宛如雷霆炸响，因为这个人可是神界大传奇的存在，也是创立时间最短的情况之下成为了超神巨擘势力之一，并且那位元尊的实力更是深不可测。虽然之前传出他出关后的消息，实力突破到了大道极限，可是他真正的实力却无人能够知晓。而且丹神塔塔主也见过元尊一次，此人给他的一种感觉是非常的奇妙，似乎他的那双眼睛能够看穿一切，即便是未来之事也是能够看到这样的一种能力，可谓是让其感到十分的震惊。尊兄，既然如此，看来这一次我们需要和神元宫合作了。现在灭神府已经有所动作，恐怕对我们丹神塔会有所不利。内塔之主有些严肃的道：“我也有这个想法。目前能够与灭神府抗衡的，恐怕就只有神元宫了。而且元尊的实力依旧没有被我看透，虽然一直在大道领域，但我总感觉他已经拥有让我都无法察觉出来一股神秘力量。”从丹神塔塔主的嘴中可以得知，元尊的强大愈发的神秘起来，而且从综合实力上来，神元宫或许要弱于丹神塔以及神奇联盟和灭神府，可就是为何在综合实力之下，灭神府为何不派人进攻神元宫？这就说明了一件事情，那么就是元尊的力量远远不止如此。如果他真的是已经达到那等神境领域的存在，恐怕所谓的综合实力也不过是人家眼中的一缕云烟罢了。塔主大人，你的意思是说，元尊他此时10大神斩老纷感到震惊无比，一直以为神元宫公主的实力与塔主大人相仿，没想到他真的已经达到那等神境领域中了。尊兄，那为何元尊不把自己的真正实力展现出来？这不是对于他以及神元宫而言更加的有好处吗？一旁的内塔之主也想不太明白，元尊为何一直刻意隐藏自己的真正实力。片刻之后，丹神塔塔主才回答说道：“或许他应该有他的什么计划吧？你们有没有想过，元尊来自第2等级世界之人，为何能够在低等级世界稳住脚跟，并且正面抗衡了神奇联盟，以及与那位灭神府府主也有过一次交手？至于胜负如何，也没有任何人知道。而且从事情过去了这么久来看，神元宫依旧气运磅礴，而且愈发的强大。我记得在10数万年之前，元尊进入了一个神藏之中，得到了大道机缘，从而使得他的实力突破到了大道主神的领域，一人之力挑战神奇联盟高层上下，无人能够拦得住他，且全身而退。只是为何元尊会突然进攻神奇联盟？但从当时的事情来推测，元尊似乎并不是要剿灭神奇联盟。内塔之主的手指搀扶着自己的下巴处，一脸思索的喃喃说着元尊之前所做的一些事情。木兄说的不错，我的想法是，自从元尊进去了神藏之后，他的一系列操作都让我感到非常的吃惊。建立神元宫，成为超神巨擘势力，后又一人进入神奇联盟，又与灭神府府主交手，这一切似乎都围绕着一个点，那就是他在神藏中不仅仅是获得了大道机缘，可能还有其他东西，也就是这个东西让他的实力再一次得到了升华，同时刻意的隐藏了实力。似乎他所做的一切都围绕神奇联盟和灭神府这2大巨无霸和神级超神势力。塔主也是将自己所能够分析出来的事情全部一五一十的道了出来。其实从神元宫创立的那一刻，元尊成为神界大传奇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对对方有所关注了。对，听他主大人这么说，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元尊之前所行之事似乎都围绕着神奇联盟和灭神府，而对我们丹神塔倒是没有过多的关注。神斩老们纷纷点头认可塔主的这个想法，同时也让他们似乎知道了某些答案一般。尊兄，按照你这么说，难道这神奇联盟和灭神府之中有什么东西存在？又或者是他们有什么大计划在推动，才让元尊都对其感到特别的关注？内塔之主带着一丝疑惑继续问道。应该是这样没错了，至于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清楚了。看来是时候亲自去一趟神元宫问候一下元尊了。丹神塔塔主如今大到极限的实力，在整个诸神万界能够击败他的屈指可数。如今排除施展绝世神器的话，那么大道之中他主便是可称为第一人。毕竟他的丹道之法威力无穷，上次与灭神副府主的交手失败，也正因为是那道绝世第一神器灭神面具，不然以他的丹道之法自然是不会输于对方的。同时这也证明了在同等境界之中，绝世神器的力量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一步。在我离开丹神塔的这段时间里，木宗，你们可要加强防守，
毕竟2大神界都被永久毁灭，我怕灭神府对诸神万界也会有所动作，特别是对我们能够给他们造成阻碍的势力。丹神塔塔主认真的吩咐道，因为在他的感知中，不知为何，他总感觉会有一场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自己不在丹神塔的日子中，必须让他们加强戒备，以防外来者入侵时。我们现在就吩咐下去，再添加人手戒备，并且发出我们丹神塔的号召令，让更多的超级神奇来此。如果一有什么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塔主大人。10大神长老纷纷拱手恭敬地回答道，现在的他们也必须要加强戒备。虽然丹神塔的底蕴非常强大，可是面对那神秘又深不可测的灭神府，他们依旧要非常的小心谨慎才行。